一定是滚滚想吃了吧？滚滚呀，你一定要生得又白又胖的，届时娘亲把你养大之后，就带你去青丘见家人。可是我最害怕的就是你的外公外婆，他们会强行让你的夫君负责任，所以我也就只好先斩后奏喽。委屈你了啊！这该如何是好？怪不得我怎么找都找不到你们。凤九下凡历练，连个消息都没留下。谁能想到这俩人能这样错过？天上一日，地上一年，他在凡间的日子得多伤心啊！不行，我得找司明看看有没有其他法子。滚滚都上学塾了，想想这凡事也待着着实无趣，不如换个清静的地方隐居一段日子。娘亲，娘亲，我回来啦！滚滚回来啦！哎呦，哎，头发白了，来吧，得要染一染了。坐下。娘亲，为何学书中童子们的头发都是黑色，我的头发天生是银色？因为我们是神仙啊，头发颜色自然与其他人不一样。那其他小仙童跟我长得一样吗？当然不一样了。当然也有一样的。等你回去见到了阿离，你就明白了。娘亲，阿离是谁？阿离他也是个小仙童，你该唤他叫做舅舅。那他的头发也是银色的吗？不是，是黑色的。都是小仙童，为何头发颜色也不一样？其实我们神仙呢，不太在乎头发的颜色，但既然我们在凡间，那就要讲究凡人的规矩。做好了，该染头发了。那我们回九重天就好了，这样我就不用再染头发了。好，我们会回去的，但是娘亲想带你在凡间到处转转。好，滚滚都听娘亲的。凤九那丫头厨艺了得，天底下没有她不能做的菜，却唯不做一样，便是那麒麟珠。倒并非她厌恶麒麟珠的口味和体质，与此味菜蔬不合，只因麒麟珠生长在西天梵境之内，不能存活于异地。她因小时候爱吃麒麟珠，便想在青丘境内培育一株出来，这一下就花了300年的时间，耽误了不少功课，好几回都被他父亲毒打，着实费了大心血。他折腾累了，便彻底舍了他。从此往后，遑论说做关乎麒麟珠的菜色，便是吃，也不再吃了。唉，那丫头的个性倔起来比什么都倔，白浅的个性已经是冷心冷肺，跟她一比，竟是副热心肠。妙的是，那丫头还没察觉自己是个绝情种，一直以为自己善感又多情，就像她未曾察觉，她再也不会吃那麒麟珠了。你这比喻不错，帝君此时便是他遗弃的又一颗麒麟珠。其实帝君是天地共主，他也有难言之隐。如果四海八荒不安，我们白家的崽皆是放养，他想要去何处历练，便去何处历练，家中一向不管。若你来问我，我确实不知。其实帝君若是诚心要找他，应该还是有办法的吧。但是我只是担心，
帝君恐怕把最后一线生机留给了凤九殿下。滚滚和帝君一样，都喜欢吃我做的糕点。哎呦，娘亲，娘亲，我回来了。看娘亲给你做什么了？哇，栗子糕。哎，洗了手再吃。娘亲，为何你给自己分4块，只给滚滚3块？因为娘亲是大人啊，滚滚是小孩子，所以娘亲要多吃1块。哼！娘亲，我们学塾中童子们的娘亲，从不与他们抢糕吃。可我们是神仙嘛，在这种事情上面，自然是要按照神仙的规矩来的。是这样吗？但我听娘亲曾说，我们来到凡间就要按照凡间的规矩来。我这样说过吗？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还是要按照神仙的规矩，不然等我们回了仙界，忘了神仙的规矩怎么办呢？好吧。过几日啊，我们就要搬家了。娘亲，我们在书局待得好好的，为什么要搬家？搬了家，滚滚就不能和小伙伴们一起玩了。因为你是小仙童，你的样子呢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有任何改变。如果我们一直这样在这里待下去，会让那些凡人起疑心的。所以我们要不停地搬家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那我们搬了家，娘亲去哪儿，滚滚就去哪儿。再吃一个。你在凡间之时，曾救了凤九殿下一命。凤九殿下为了报答你的恩情，便用平婆果将你复活，还渡给了你一半他的修为。时移世易，想必凡间早已换了天日。我原本也早该做过，如今却有了一个凡间帝王，倾尽所有的无法求得的仙品。届时，按照仙路宝籍上的规矩，洗尘之仪必得由与你身躯之人给你施洗尘礼。凤九殿下会亲自赴九天瑶池为你施洗尘礼，助你飞升。你得好好准备啊！我当时同凤九殿下是什么关系？重生成仙，醒来便忘记所有，与你不是坏事，何苦追忆梦境，徒增烦恼呢？我怎么会做这种梦啊？帝君她是天地共主，肯定不会遇到这种事。想必她现在应该在太成宫钓鱼吧？
们在玩什么？陀螺啊，你没玩过吗？没有。这陀螺真好看，是你自己做的吗？不是，是我爹爹做的。你爹爹？对啊，我爹爹可厉害了，不仅会做陀螺，还会做风筝呢。你要是喜欢，可以让你爹爹也给你做一个。可是我只有娘亲，没有爹爹。你为什么没有爹爹啊？有娘亲不就够了吗？但大家都既有娘亲也有爹爹啊。都有爹爹。娘亲，娘亲。怎么了，滚滚？滚滚有爹爹吗？没有啊，你是娘亲一个人生下来的。可是我学书中的同伴都有爹爹呀。那你是小仙童嘛，在神仙的世界里是可以只有娘亲没有爹爹的。唉，仙界怎么跟人间差那么多？人间的大人都不和孩子抢高吃，都是大人半夜起来帮小孩子盖被子，小孩子必须都有爹爹的。该不会是娘亲你瞧我没法子求证，就拿仙界当借口吧？我们滚滚一定是课业压力太大，现在都变得不乖了。要不这样吧，明天逃学一天，娘亲带你到山上去吸收日月精华。娘亲，不要每次说不过时就拿喝西北风来威胁我。普通法器根本就无法压制妙义渊的浊息，遑论整个梵音谷啊！便是折颜上神也。唉，我找到了。哦，哪儿？原来真有封住浊息的办法。你没事吧？你回去小心些，记住。你说各族的紧闭族门，什么意思？就是，魔君，各族实在是再送不出人供魔尊息时，还请。要不再看看吧。夜华和白浅外出云游，我已着人去寻。这过几日，折颜跟白真上神也会上九重天，共商大计。梵音谷马上就要到开谷日了，等不及了。这星光结界何等凶险，碧海苍灵又与你息息相关。若碧海苍灵有什么不妥，你会有什么危险？到时候就知道了。东华，我已做好了万全准备，只是什么？
我还想再见他一面。你，帝君究竟怎么说？赶紧回去再找吧。这还是用碧海苍灵去封梵音果。几十万年来都没有人打开过星光结界，那这后果之……哎呀，走吧。哎呀，吃饭啦！别看了，吃饭吧。娘亲，怎么了？这是？滚滚，我们要回仙界了。既然你们不愿意出，让你们去又何妨？小烟魔君，你怎么来了？难道你被天族赶出来了？聂初音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，老子是来替旭阳报仇的。今日我就将你和旭阳合葬。明日，帝君将为新飞升的众仙定阶冠品时，最后一次开启九天瑶池。此后，九天瑶池将会永久尘封。天庭再不会将以奇缘而证得仙果的仙者列入仙籍宝录。帝君想要见你，终究是找到了一个寻你的好法子呀。他若想要寻我，早就寻到了。此时这番作为，不过也着实欠一些慈悲心罢了。这是……滚滚是我与帝君的孩子，这便是你不肯回来的原因。我要先去九重天，这孩子可劳烦你先照看几日。凤九殿下，请放心。娘亲，不能带着滚滚吗？滚滚长这么大，还没有跟娘亲分开过呢。滚滚乖，娘亲这次确实是有要事，不能带你一同前去。等娘亲忙完，定会立刻回来接你。那娘亲同滚滚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。那滚滚就麻烦你照看了。有劳。小烟，看到了吧？以你现在的功力，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。乖乖赴死吧！做梦！老子还能打！小烟，别不明事理了。我们魔族被神族压制了数万年，现在只要等斗华和淼洛两败俱伤，我们魔族就能够发扬光大了。恐怕这是你取代魔尊的千载良机吧？我能把魔族发扬光大，取代魔尊又如何？你别白日做梦了。小烟，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臣服于我保你一族平安，要不然你今日就受死吧！你笑什么？我笑你一个傀儡，还妄想什么以后？去死吧！本尊说过，
心思太多的人会有什么结局？母亲，不要！母尊，不要乱了！我知道东华的秘密，你杀了他，我就告诉你。母尊，不要相信他，他在梵音国和东华交好，他们是一伙的。现在轮到你了，东华有什么秘密？青提，凤九殿下，你我还和以前一样，也朋友相称。是，殿下。恢复的怎么样了？差不多了，多谢凤九殿下，让我有了如今这副仙躯。以前在凡间，你不惜舍命相救，我应该谢谢你才是。青提仙者，是。你今重生为仙，也将位列仙阶，承担一名仙者该有的职分。你本是豁达之人，前缘已了，而后谨遵仙者律律，忠于职守。是。我现在便为你洗去凡尘。这是9天瑶池的圣水，点滴汇聚天地之精华，100年才能得一滴，纯洁无瑕，方能为你洗去凡尘。青提仙者，你的洗涤力已经结束了。多谢凤九殿下。帝君请你去青云殿旁边的偏殿坐坐。青提仙者，你去青云殿定阶仙位吧。以后我们同为仙僚，请多照顾。好。春眠心觉书无味，闲倚栏杆吃苦茶。手中这盏茶倒是不苦，故人重逢，多年后再见，戏文中都是如何言？大多该来一句：今年不见，君别来无恙否吧。这批神仙里头，就你一个还没有定阶封品。你并非正经修仙修上来的，估计什么都做不好。那就去太晨宫做继任帝君吧。这些差事里头，也就掌管仙籍这一项，还算容易些。重林，是。青提仙者，请随我去太晨宫吧。还不说，
子忘了，改日想起来再告诉你。魔族堕落至今，只剩下你一个魔君，真是可悲。你被封印在妙医院的时候，正是我们这群堕落的魔君统领了魔族3万余年，不用不好意思。油嘴滑舌，手下败将。什么？老子敌不过东华，受天族辖制，都是被你连累的。你身为魔尊，处处被制约。现下东华已调息完毕，不久之后就会再次封印你。与其收拾你被封印后的烂摊子，不如你现在给老子一个痛快。东华不可能这么快恢复修为。天族什么法宝圣器没有，区区小伤何足挂齿。他现在不光恢复了修为，还顺手封了梵音谷。他封了梵音谷？当初老子误入梵音谷，结果出来之后功力大增，才知道梵音谷的特殊地形能助人恢复法力。现下谷内全是你破妙一渊而出之后的浊息，为了不让浊息外泄，东华就封了梵音谷。没想到他出谷之后这么快痊愈，原来还有梵音谷的缘故。你说你当年误入梵音谷，现在可还知如何入谷？当然。帝君怎么带着药香，还清减了这么多，脸色还有些病态的苍白，他有些微恙。别来无恙这话，此时就不大合宜了吧？喝茶吗？其实你不必大费周章的去寻我，我不过就是去凡间历练历练，终有一日我们也会在仙界重逢的。尘封瑶池，其实大可不必。若非如此，你会出现吗？我不过是想再见你一面，小白。我在凡间学会了凡人的一句话：相濡以沫，不如相忘于此。这句话说的挺对的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同他还好吗？谁？你还是没变，到现在还分辨不清楚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。我虽然不是很喜欢他，但是既然你选择跟他一起留在魔族，我也没什么可说的。最艰难的时候都熬过去了，我过得很好，希望你也是如此。那时候我没有及时赶到，都是我不对。我让姬恒回到了他的族中，对他仁至义尽。
是不是因为我离开了，才让你觉得同他相比我又重要了？其实我不是负气离开，你不用这样。没有人比你更重要。没有人比你更重要，小白。我当时等了你很久，你没有及时赶来成亲宴，我以为你出事了，我急得很。但是我弟弟跟我说你是同……其实并非是旁人说什么我都信，但是我一直都在等你回来同我解释。只要是你说的，我都会信。如若当时你能赶回来，同我说没有人比你更重要，我一定会信。可如今，小白，在青丘的时候，我就一直在想，你曾经同我说过的那些话，到底是真话，还是假话？后来我才明白，喜欢一个人，说的话自然是真话；不喜欢了，真话也会变成假话。其实没有必要揪着这些细节不放，大抵上，以前你也是真心喜欢我的吧？果然缘分一事不是我能够强求来的。我是青丘女君，困在这情情爱爱当中沉浸太久了。如今看来，我们现在各自过得也都很好。的确，我们就这样吧。我过得并不好。是青丘仗着你同我的名分来惹你烦吗？其实你不用对我的名声负责，要不我们去女娲娘娘那里合礼。我不会同你合礼，小白。到我死，你都是我的妻子。你今日……我今日有些可怕，是不是？你不要怕，碧海苍林中，你想要的亭子已经搭好了，果树也栽好了。仙山中的灵鸟，我让他们每个月末都会到观景台前去献舞。以后你想什么时候去都可以。我暂时……以后少喝凉水，半夜不要乱踢被子。为何要同我说这些？你给的东西我不要。
你不用给我什么，我们已经两情了。其实我们的前缘，仅仅是我曾经那样的喜欢过你。其实我们的前缘，仅仅是我曾经那样的喜欢过你。一份情灼身，直到这片温柔生伤痕，才吃懂你的残忍。只怕命运不是有情人，千劫不真。如落叶轻叩城门，我曾傻傻地在跟，而那弹指的情分，总与困太深。若陌生是为了再相认，你是否会记得我们？愿此音断肠还你信任，帝君，劫深。一曲还留多少年头？他犟得厉害，此时不肯收。待我羽化后，这个无论如何都要让他收下。我走，总要给他留些东西。是。不用如此，等到那个契机到了，我才走。施法，让我入谷。修为为我铸剑，又给小九做了半仙剑，你还如何对抗淼洛啊？压制淼洛的关键并不在我，而是在碧海苍灵。碧海苍灵，与你同生同长，你的仙则都是源自碧海苍灵，在那儿对付淼洛，的确事半功倍。碧海苍灵生于混沌，足以封印于梵音谷。届时我再打开星光结界，净化浊息，除掉淼洛。星光结界固若金汤，浊物不除，便永远都打不开。可淼洛要如何进入星光结界？他是开天辟地以来最凶最狠的浊息化成的魔尊，他不死，星光结界不会开，他又怎会傻到跟你进去？只需他入梵音谷，届时我用碧海苍灵封印住他，引他入星光结界。所以，我需要你演一出戏。东华，待我吸食完，就是你灰飞烟灭之际。我会好好的送你一程。
你在此处等我。你可知帝君赐予叶青提何等仙职吗？他的仙体是你一手造化，看在你的份上，不外乎就是做你左膀右臂的职位吧。帝君亲赐叶青提这个初为神仙、资历尚浅之人，为太晨宫继任帝君。说待他身去之后，由重林仙者辅佐叶青提执掌八荒仙者名籍。你说什么？我没听清。你并非是没有听清，你只是不肯相信罢了。指定继任者，寻常都是在最后的时间才会去指定的。一般一位仙者指定了继任者，按常理来说，便是这位仙者很可能即将羽化了。指定继任者一般都会指定同自己最有仙缘的，而帝君指定叶青提为继任帝君，则是因为他的仙泽多半是源于你的修为，他选的是同你最有仙缘的。我不信，我自己去太晨宫问他。碧海苍林中，你想要的亭子已经搭好了，果树也栽好了。仙山中的灵鸟，我让他们每个月末都会到观景台前去献舞。以后你想什么时候去都可以。我暂时。以后少喝凉水，半夜不要乱踢被子。你为何同我说这些？帝君呢？我要见帝君。回禀殿下，帝君已离开太晨宫。重林呢？重林在哪儿？重林仙官前去元吉宫找连三殿下，此刻不在宫内。还不去禀报？是。程玉、司命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急死我了！你们可知道帝君究竟是怎么了？为何突然会让叶青提继位？一言难尽呐，这之间有太多的误会，而眼下是对付淼洛的关键时刻，恐怕什么？别着急，我们先到殿内等候。我跟司命只知道妙医院的事牵扯到魔族跟淼洛，稍后重林回来，所有事情原委还得问他。哇，好漂亮啊！这里真的好漂亮，可比九重天漂亮多了。你为什么不住在这儿啊？这里太大，一个人住有些空。以后我陪着你。我想要在这里修一个小荷塘，然后呢，再安一个小亭子，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在这里纳凉看星星了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突然反应过来，我竟跟你在聊未来家里怎么布置，竟一时间觉得不是真的。家？虽然每年回来的时间都很短，但这也是我们的家呀。
小白，我喜欢听你说我们家。一直都喜欢。见过三殿下。重林，帝君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为何会让叶青提当继任者？帝君不过是觉得与青提仙者有仙缘，殿下不必多虑。重林，你还打算继续瞒我吗？帝君他没有回来及时与我成亲也就算了，再次得到他的消息，就是他即将要羽化。你让我怎么相信一个在太晨宫的管事会什么事情都不知道？就算是一个普通人，他也不能好端端的说死就死啊！重林，凤九与帝君兜兜转转纠缠这么久，无论如何总要给他一个结果。如果你知道什么，请你告诉他。重林，都告诉他吧。此事还要从30000年前那场大战说起。话说当年魔尊淼洛不服帝君独尊之位，不惜大肆杀戮，挑起神魔之战。帝君在封印淼洛之时，淼洛遗留了2丝红气，一丝变化成元神血泪，被封印在魔族禁地内。而在神魔之战中诞生的婴孩神石中，则沾染了另一丝红气。在神魔之战中诞生的婴孩，不就是我吗？可是这同帝君羽化又有何干系啊？帝君也是在阿兰惹之梦里才发现，凤九殿下与淼洛的这份渊源。无知小儿，妄想封印本尊。东华，你我之间是时候做个了断了。出来！你终于出现了。既要做个了断，便做个了断再走吧。
帝君心知无法一直困住淼洛，这些年来，只有多次加固封印，想要延些时日。只是没想到，淼洛功力恢复的远比想象中还要快。既然淼洛功力大损，又被帝君封印，为何恢复得如此之快？淼洛步步为营，他先得灵璧石，再趁阿兰惹之梦破碎之时，拿回凤九体内的红气，最后拿回魔族圣物血泪，得以冲破封印。而这一开始，我和帝君并不知晓。在大婚前，帝君被姬恒以他父亲的龙鳞为要挟，去见他一面。帝君难忍姬恒以龙鳞要挟帝君，不得娶凤九殿下为妻。帝君最终将姬恒的秋水毒全部渡到自己身上，让他永世不得离开魔族。谁知，魔族就在此时出了乱子。所以，帝君当时留在魔族，不是为了姬恒，而是为了淼洛。帝君心里从始至终只有凤九殿下一人。殿下，您可知秋水毒速解的方法？速解便是解毒人将他身上的毒一概毒到自己身上，再自个儿服药服丹，苦修解毒。帝君便是用这个法子，宁愿让自己过上一身毒，也不愿让魔族公主扰宁一丝清净啊！当年帝君之所以要下凡历劫，便是因为他封印妙义渊时所耗费的修为太多。你也是清楚当时的种种，帝君的修为到最后都没有完全修复。自他醒来，便一直在为彻底净化妙义渊做着准备。几十万年的浊息，便是帝君需耗上他毕生的仙力和至少一半的仙元。可后来，他却褪去周身9层法力，为小殿下拟入阿兰惹之梦。待你平安归来，已是伤上加伤。而后，他又将这秋水毒引到了自己的身上。秋水毒并不是最难克制的，最难的是，中了秋水毒的仙者，若是要将失去的仙力修复，所耗的时间将是平日的5倍。淼洛自出封印后，便不断地修炼邪术，吸食他人的仙法。可帝君自梵音谷回来后，却一直在受伤，根本就没有时间修复。他只能以所剩的仙力及全部的仙元与之抗衡。难呐！殿下没有等到帝君，定然十分失望吧？殿下虽说过，等帝君回来给你一个答复，但大约还是觉得帝君太过为所欲为，不把你放在心上。口头上说着等帝君一个答复，内心想的却是以后桥归桥，路归路之类的。殿下想过没有？也许帝君是有难言苦衷呢。其实，出阿兰惹之梦后，帝君曾召天命石探问过他与凤九殿下的缘分。帝君询问天命仙者，方知他同殿下2人原本并无缘分，终生不得相见。那后来，又是有何故产生了变数？是凤九殿下对帝君的执着，一心感动了上天。天命石竟与帝君与凤九的影子做出一桩姻缘。无奈却因西海2皇子无心的介入，那对影子本该是有缘人，走的却是无缘路啊！是神夜托阿兰惹我。影子无来世，天命石便将那对影子的未尽之缘安在了帝君同凤九殿下身上，才有了你们的正经相见。只是什么？只是依惯例，帝君探问过天命石需要改写，2位好不容易得来的缘分，却因这份探寻而改写，甚为可惜。帝君他如何说？帝君不为天命，也无需天命施舍，一心护着凤九殿下的这份缘。没想到天意难料，
却在大婚前夕遭逢此事。天命仙者说的对，我与他只是缘浅，缘浅罢了。帝君只是在用自己的法子护着这段缘罢了。也许他没有用对法子，但着实很用心，是不是？只是谁又能与天命相争？可他为何不同我说呢？是啊，帝君为什么一句话都不说呢？帝君比我们高明不知多少，焉能不知与殿下说清楚会让自己更快活？他为什么一句都不说呢？帝君在走前还担忧没有他护着，殿下过不了升上仙上神的劫数。诸多误会，帝君大概是怕殿下忧思，说清，殿下是否会复救；不说清，帝君早就知道，以殿下的性格，便是怨他、恼他、怒他，也依然会过得很好。到了这一刻，已经是不可说话，也不能说。殿下，你的日子却还长，帝君求的不过，若他一去不回，不愿你永生复救，殿下可知有多难？帝君说他这些年过得不好时，殿下你又同他说了什么？重林，你给的东西我不要。直到这片温柔生伤痕，才吃透你的残忍。你不用给我什么，我们已经两清。如落叶轻口承认，我曾傻傻的在跟。帝君原本命小臣在他羽化后再将此物给殿下，但今日小臣所说所做，其实条条都违了帝君的令，也不在意这一条了。此戒乃帝君拿他半心做成，即便他不在了，也不会消失，会永远护着殿下。帝君在最后时刻还想着为殿下做出这个戒指，殿下可曾想过，帝君是用什么样的心情做出这个戒指？殿下怎能不信帝君呢？你想要我怎么样，小白？我听说，剖心为证，才能证明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情谊。我姑姑跟我说，在凡间十分流行，剖心示人，才能证明你对这个人的诚心有多深。我妄自揣测，帝君这次是抱了赴死之心对付淼洛，他不打算回来了。但为何不同我说？帝君太了解殿下的性子了，若是殿下知晓这一切，必定陪他赴死。然而这是帝君绝不愿意的。都是为了我，都是为了我。帝君知晓自己重伤，势必提前羽化，但殿下来日方长，为了让殿下好好活着，他才宁愿让殿下担心，也要瞒着殿下呀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粗心那么大，他不可能不想让我陪着他一起去。说什么来日方长，让我更好的生活。他那么喜欢我，他才不希望我过得更好。他巴不得让我陪着他一起去死。情如止水，爱与之愁。若我曾在你眼眸，
这么想，不然我跟你没完。